高导一段需要的道具，首先跟大家列表：一支笔，说老王什么笔？什么笔都行，一张纸或者一个笔记本都行。50根烤肉的签儿，这是我在温华 C 王府的烤肉店买的那个烤肉竹签儿，它一袋100根，沃尔玛也有，一袋100根，1家园2家园，中国也有。你呢从里边数出50根来啊，不多不少数50。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数50。烤羊肉签子啊，说老王我这找不着烤羊肉签子，你找不着烤羊肉签子，你能找着药瓶吗？那个你吃那个药，你倒出来50粒药丸，大小一样的效果啊！实在不行，我操，老王我在监狱采缝纫机，药丸也没有，竹签也没有，在监狱采缝纫机的弟兄们，那你们就用你们的卫生纸，卫生纸怎么有？监狱也是发卫生纸的，对不对？那卫生纸呢？你们捻出50个长短差不离的捻儿，这是我们高导一段高导流的老祖宗高导加右卫门先生，他就在蹲监狱的时候学的，所以他用的是卫生纸捻，剩下的就是这本书啊。高导一段找一本书，电子版的也可以，它有些错漏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是干嘛的？这本书是当字典的啊。然后呢，需要的就是你聚精会神。记住这个词语，聚精会神就是聚会精神。另外就是不要熬夜看老王的直播啊，第二天看录播一样的。看完了之后，时间长了之后，你感觉自己的精神非常好，身体健康也非常好。在你身体健康和精神力不太好的时候，不建议你做这样的斩断破解，聚精会神啊。在你身体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休息非常好的时候，每天什么时候算最准？晚上啊，尽可能不要白天，最好是晚上8、9点钟，不要至阴时刻，不要到晚上12点，就是夜深，孩子睡觉了，这一天的工作做完了，我们想斩断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晚上9点左右，就是睡觉之前，静心凝气，聚会精神。把这50根竹签拿在手里啊，记住拿在手里，然后把这50根竹签置于额头这个位置，天目的位置，聚精会神的想你要占问鬼神的问题啊。说老王这个东西占算怎么跟鬼神有关系？所有的占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占卜都是问神或者叫问鬼，鬼神是一类东西啊，鬼神是一个词儿。50根里边，之前是拿出来了一根啊，就是你手里只要49根。就是为什么49呢？因为49是基数，两手一分的时候，这两只手一定不会一样。但是如果是你50根，两手一分，有可能两手完全一样啊。聚精会神的默念问这个问题，不要问太复杂，不要问相对论之类的公式，他听不懂。问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问我的大女儿，她现在开始接受大学的 offer 了，她是去多伦多那边上大学，还是留在温哥华上大学呢？因为她在很好的私校，她什么样的大学 offer 她可能都能接到。那么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她是否离家，是否远行啊？温哥华不叫远行，多伦多绝对远行，4、5千公里啊，是否远行？默念这个问题，在这个位置默念，请神明予以明示，请神明予以明示。什么时候呢？就是默念不用太长啊，有的人脾气急，就是默念5秒钟就行。脾气不急的，或者你刚开始默念半分钟、1分钟，然后开始做慢慢的深呼吸，慢慢深呼吸，呼吸完全调匀的时候，聚精会神，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坚不容发之际。什么叫坚不容发之际？就是你把最后一口气吐出去，不要再吸了啊，憋着，聚精会神在这个位置想这个问题。在你憋不住的时候，就是像你游泳潜水最后一口气必须换气的那一瞬间就是天神和你交通的关键时间点，1分为2，一点都不要去挑去拣，就1分为2。这个时候关键技术点来了，有男有女，那么被问的事儿也有男有女。那么我告诉你们啊，男士看左手，女士看右手啊，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要重复3次。第一次是男士看左手，女士看右手。说那你老王，你给你大女儿算，她是女士，跟这事儿没关系啊。就是算者，就是起神者，这个人如果是个男人，你就看左手，我是男人，所以我看左手，右手的不用啊，右手的放一边去，不用了。那左手的这个啊，49根分开之后，左手这个怎么看呢？左手这个8根一数，2、4、6、8，数出8根来放在一边，还是不用了啊。然后再数8根放在一边，2、4、6、8，再数8根放在一边，再数8根放在一边。最后手里边一定会剩几个凑不着8根的。我这次呢就是剩了3根，这个就是你第一卦的，就是上卦。3，拿出笔来，在你刚才那个纸上写一个数3，阿拉伯数字3啊，这个就是第一卦就取出来了。说老王，如果我当时剑不容发分开的时候，我左手只拿出来了1根的，那就是1。那我左手拿出来2根呢，那就是2。3、4、5、6、7。拿出来7根呢，那你就不用除8了，因为它没有8嘛，那你就直接数7根就写7。如果是8呢，就写8；如果是9呢，那你就可以拿出去8，那不是剩1嘛？9又是1，如此循环类推，懂了吧？好了，然后50根拿在手里，再拿出1根不用啊，又成49根了，又是49根，做第2次，跟第一次完全一样，口中默念这个问题，请神明予以明示。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我大女儿即将上大学，她是去东部多伦多远行，还是留在我附近温哥华？请神予以明示。聚精会神，默默祈祷，放空一切杂念，闭目，做深呼吸，最后一吸，最后一呼，呼出去之后，坚不容发，快憋死的时候分开，又分开了。这个时候第2卦，这是第2卦，看右手啊，男的看右手，女的跟这个次序正好相反啊，左手的放边上不用了。
还是数8，2、4、6、8，数出一个8来放起来，这就叫除8取余，这等于是在算除法。2、4、6、8，除8取余。2、4、6、8，除8取余。好了，右手剩了5根，阿拉伯数字写5，在你的小纸条上，第2个阿拉伯数字写在下边，写5。好了，写了，写5。然后呢，要取动摇，高导流，高导略式法只有1摇动，所以呢，只取1次动摇即可，这是它简单的地方，简单明了，直指是问题根本，没有那么3摇发动、4摇发动那么复杂啊，也不用装什么这个金木水火土啊，什么5行不用装啊，只是周文王最早的原始版本、初心版本的试法啊。同样拿出1根不用，49根拿在手里，男左女右放在额头，瞻问神明你祈求的事情，一样的过程啊，我就不再赘述了。聚精会神，坚不容发之际，分开男左女右。所以我右手的扔掉不用，我用左手，因为我男的嘛，所以我取动摇的时候是男左女右。这次关键了，这次是除6，这次不是除8了。为什么？因为一卦只有6爻，所以你不能除8，除8的话就不对了，数字不匹配了。它是个数理系统，不了解周易基本知识的，请看我早期的视频啊，这个2进制周易，2、4、6，每6根拿出来放到一边，每6根拿出来放到一边，一直往复循环，取到最后你手里边，最后凑不出6的时候才行。哎，说老王这次是数完了，只剩6根，哎，最后剩6根。你不能再取了，再取不就没了吗？那你这个除数，如果你手里剩了6根就是6，手里剩了5根就是5，手里剩4根就是4，以此类推。那么你就写个6啊，你就写个6。然后这个时候要有周易的基本知识，这个是文王卦，这个高导流是用的是文王，文王是八卦的之前啊，他在取数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数字过程，他用的是先天卦。先天卦是什么？先天卦呢？就是数字1就是乾，数字2就是兑，3离4震5巽6坎7艮8坤。所以我们刚才是3第一次取卦，左手3是离，5是巽。你就用笔在3的后边写上离，在5的后边写上巽啊。那么离是什么？离是什么？离是火啊，离是火。它在八卦周易的这个象上，就是大象的象上，它象的是火。巽象的什么？巽象的是风。所以今天这个卦取出来叫火风鼎。第一次分开的是上卦，第2次右手是下卦，然后第3次是动摇。上卦为3，为离为火；下卦为5，为巽为风。所以我占算这一卦是火风鼎卦。火风鼎卦6爻变。6爻变就是什么？1、2、3、4、5、6，那6根横里边最上面那根爻变了。6爻变之后变成火风鼎，变成雷风横。6爻变火风鼎变雷风横，听不懂的我再给你们做详细的解释啊。火风鼎变雷风横，你们记住就得了。6爻变，然后我告诉大家怎么查字典啊。字典就是高岛先生这本书，这本书非常重要，你没这本书的话你白算，因为你等于是拿到了一组英文字母，英文单词，你没有英汉字典，你又不会英语，所以呢，先查火风鼎卦啊。我们来翻出来火风鼎，第50火风鼎。50目录50火风鼎350页，直接翻到350页。好了，到了火风鼎，鼎卦的文王本王只写了3个字：元吉亨。元吉亨，你就是不懂古文，你也知道这3个字意思是什么。亨就是亨通，元是什么呢？元亨利贞的元就是初始 original start， 元吉就这个事儿一开始就非常好，吉嘛就是密嘛，我中间的字儿元吉亨，这是这个卦本身的意思。也就是说鼎卦是一个吉卦，上卦非常好的意象。大家看啊，这个就是火风鼎，用那个字儿画出来，用那个小杠杆画出来的火风鼎。好了，然后它是6爻变，所以你不用太看别的爻，跟你没关系啊。这就是查字典，直接查它的6爻变啊，直接查6爻。6爻就是第6个爻，第6个爻就是最上面那个，最上面那根就是你看啊，我再说的稍微详细一点，这是火风鼎卦，这是火风鼎卦的卦象。那么我女儿这一卦跟她起关系的神明暗示的就是最上面这一个大横。它在变化，就是我问我女儿去哪上大学，就是上面这个最上面这个横在暗示它的结果，变成了从这一个大横变成了2个小横啊，这就叫火风鼎变雷风横。所以呢，这个上面这个呢叫上九啊，一个大横叫九，那个最上面，因为它在最上面，所以它叫上，底下叫初2、3、4、5，然后上九爻。我们看啊，上九这句爻辞是这样写的，这是周文王的原文，叫鼎玉弦，玉石的玉，那个一个金属的金，一个弓弦一个弦一个那个玄妙玄，叫鼎玉弦，大吉无不利。不用说了，鼎玉悬，大吉无不利。然后再看看高岛先生的这个战例，他总结的：问时运，温润平和，无往不利；问征战，六师既张，无攻无不克，大吉；问功名，未屈鼎贤，大吉。什么叫鼎玉贤呢？大家知道吗？那个鼎啊，司马戊大鼎就是石母大鼎，那个耳朵就叫贤，那个耳朵眼就叫贤，所以他叫问功名，未屈鼎贤，还不到顶，因为他是那个耳朵，大吉。非常牛逼了啊！那么问营商，美玉待国，其家必善，无往不利，就是经商也是好事。问婚姻，如金如玉，大吉。问家宅，此宅位置甚高，大吉。问疾病，恐是耳痛之症，
为什么说是耳朵呢？因为那个顶弦，这是这个位置，所以问疾病就是这儿事儿，这儿出事儿了。问六甲生女，那咱们问的是什么？问的是前程，就是大吉。那么这是高岛先生的占例。那么从我们自己来说，啊，我们的什么经验呢？从老王经验啊，大家看啊，火风鼎卦在这儿，火风鼎，大家看下边这个本卦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下边这3个横是什么？是巽，是风嘛？刚才我算出来的5嘛，对不对？这个下边这3个横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孩子自己。你看这个卦准不准？你就能知道啊。巽为什么？巽为风，巽在八卦里象征什么？巽在八卦里象征长女，风是长女。就是你家大闺女就是风，你家二闺女是火，你家三闺女是沼泽，就叫长女为风，次女为离，三女为兑啊。长男也一样，长男、次男、少男都是也是一样有排序的啊。这个火风鼎变卦变成雷风恒，我们再去看看雷风恒卦啊。那火风鼎的这一卦本卦的卦意，在各爻之前就是它的综合意象。高岛先生也说了啊，问征战，木上升，火上炎，有日进日上之象，大业可成。问时运，问功名，贵不可言。问营商，也是不劳而获，得其自然之力。就是总之都是鼎卦是一个吉卦嘛啊，六爻几乎皆吉。所以我们再看看它变卦，雷风恒变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火风鼎说的是你这个事儿现在开始的变化方向，而雷风恒是它变化之后的结果。我们再看看恒卦，再去查啊，这个就不重要了。一会儿我定量的给你们分析一下本卦变爻和变卦你这个比重关系、权重关系你怎么查字典啊？雷风恒32，239页。我们不用去那儿翻了啊，雷风恒，因为它目录上就已经有了，好，我们就不去翻了。雷风恒卦，亨无咎，利贞，利有小往，明白了？肯定走了，我跟你走了。为什么？亨无咎，亨通顺利，没错，好，无咎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没坏事儿。利贞啊，贞是什么？贞是安静。你这个事儿你要安静啊，要女性啊，有利于女性，利于安静，别呜喳喳啊，去那儿以后要低调，这叫利贞啊。利有小往，小往就是什么？你要出动，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要动啊，你要出动，你要 move 啊 ，start， 你不能finish， 不能 the end， 这个就是利有小往，雷风恒。所以你算到这儿你就知道，基本上知道了。我们再看看它的那个卦象去啊，239页啊，这就是雷风恒卦的卦象，雷风恒卦，大家看啊，下边这个还是风啊。雷锋啊，下边还是巽呀，巽还是长女啊，你说有没有神灵？大家亲眼看到了，这就叫专业，这就叫专业，服不服？我算大女儿，前程祈祷开卦，2个可是有变卦的哦，有动摇的2个卦，本卦和变卦里边那个体就是身体的体卦全部都是长女，你说这卦准不准？它为什么不是离？它为什么不是艮？为什么不是兑？因为它是长女，所以他就告诉你这个事儿是跟你长女有关系的，这个体就是这个身体。这个上卦和下卦以体一用，下卦为体，上卦为用。体用大家知道吧？体用结合嘛，就是体就是长女，用就是它要干什么。上边第一卦是火，长女为火，变成长女为雷啊，它要动了。好了，同一个问题可以反复算吗？不可以啊。考以晨，祝你生日快乐，但不可以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易经的前提就是你要对易这门技术和它后边接通的鬼神啊神明有充分的信任。如果你反复算，就是你不信他就必不准啊！我喜欢高岛一段是因为什么？日本人诚实淳朴，不藏着掖着，不故弄玄虚，而且没有受后来的五行的沾染。五行大行其道，是在秦焚书坑方士之后，他坑的不是儒生，坑的是方士。因为秦始皇受伤了，他就把这个先秦的这个蓍草占的这个卦象懂象术、懂战法的这些人都给宰了，没宰的也不敢说话了。所以秦朝灭了以后呢，在汉一代呢，就找不回来先天八卦，就没几个人活人会了。所以呢，汉之后五行盛行。这就相当于地球大灭绝，来了个彗星，一下子把恐龙都给消失了。之前是恐龙雄霸地球，之前是我教给你们这个高岛筮法这种蓍草占算，这是以前是统治中国医学界的，在先秦，在秦朝以前。秦朝以后呢，就结合了大量的五行，五行之说是后宋朝发展的顶峰，从汉朝开始有这些东西出来，就是相当于哺乳动物出来了。哎呀，恐龙没了，地球的空间是我们的了，所以五行才有昌盛的可能。之前啊，先秦之前是没有五行的，那易就是易，五行是五行，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2样东西。但是先秦之后才糅杂在一起，糅杂之后虽然易很准，但是难度陡增。而高岛先生很聪明，高岛先生学了4个月，那从4个月到他百发百中，大概他用了10年啊，切磋10年，所以差不多就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高岛先生应该那个他不是一个特别special 的人啊，他跟智商情商可能跟普通人差不多。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周期啊，就是你学会这个东西，如果你用心学，看我的视频，再从网上搜书，如果有什么次序啊、数数不对的，以我为准，我说的是对的，他们都是不对的，他们不懂啊，他们也有的时候也没学会，有好多台湾人在有地方也有高岛流，不对啊，他们都不对，我这个是正宗的高岛流。所以呢，这个学会了之后，你要积累一些经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积累经验，因为任何东西都有新手过程，那你肯定是要积累。高岛先生也是积累经验，他日占一课，就是他每天算一次，他那时候在监狱服刑嘛，所以他也没别的事儿，他就日占一课，然后来切磋来柔和，然后融会贯通，很久以后他就百发百中了啊，积已成物了嘛。
所以高导流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摇动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略释法啊，它是用的古法，不用铜钱，铜钱叫经房，那是汉朝以后才有的。汉朝之前的算卦就是用蓍草。那么蓍草是生长在河南洛阳，这个长安附近的，就是周王城附近的这个一种草，长得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是它根上滋出来很多长条，每一个针呢都长得差不多大小，所以特别适合做人神交通啊。Monkey 谢谢你啊。对啊 ，Monkey 提醒我了，就是我刚才要跟你们讲，就是怎么看爻和卦之间的这个权重。我跟你们讲啊，本卦就是你第一次出来那个卦，它的权重占30%到40%，就是这个卦决定了你本身的吉凶。如果这个卦是大凶，你也不用算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如果这个卦出的是鼎，那就是个吉卦。比如说出的是这个否，那就是你想啊，否极泰来的否啊，那能是好事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也不用算了啊。这是30%到40%，这就叫盖个帽。六爻变就是那个爻变的那一爻。权重占51%，明白吧？就是那一爻变啊，哪一个这个本卦出来以后几爻变，那个爻变那个爻辞权重比占51%，也就是说在一个大凶之卦里面，只要有一爻是吉的，它那一爻变了，你还是有希望的。然后那个变卦就是最后那个应象变这个事儿变化的那个趋势那个应象占20%多啊，不到30%，明白吧？本卦30-40，爻变51，变卦10到20-30，这么一个权重比例，所以呢，主要看爻变啊，主要看爻变。对，大老王是积累了10年以上的经验，不止10年，我大概积累了有15年的经验，15年慢慢微活。那么现在我开始进入这个玄学的关键技术总结阶段，就是高岛先生教育我们说，为什么世界文明发展的越来越快啊？为什么越来越快，而人类对于这个文明的掌握却显得并不是与时俱进呢？也就是我们有了火枪、大炮、军舰、飞机之后，人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纠纷，还有这么多战争，还有这么多贪婪，没有同步发生？而回望古人，在周代，在先秦，虽然技术非常的落后，可以说生产力几乎趋近于零，但是人类又非常繁荣，也经常过幸福的人生，这是为什么呢？高岛先生教育我们说，这是因为，听好了啊，干货来了，这是老王总结多年的干货啊，这个在此分享给大家。他说，人类的科学是分为2类的，一类叫精神力科学，一类叫物质力科学，非常有道理啊。人类在早期的原始阶段，精神力科学是高度发达，说为什么？不为什么，是没办法。你想想，你就像一个被4蹄捆绑的猪，那你除了精神啊，画个圈圈诅咒它，你能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人类物质不发达，什么工具都没有，茹毛饮血，而面对的自然环境又极其之凶险，人既无猛兽的爪牙之力，也没有现代的弓箭刀枪，如何跟剑齿虎 PK， 跟猛犸象 PK？ 你赢了你就吃它的肉，能苟活一天；你输了就被人家吃肉。所有的人类当时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下，都分分钟面临着被逐族灭种的危险。一个方向走错了没找到水，一个方向走错了没猎到今天这头猛犸象，全族的老少儿童全会饿死。你们想想，爱斯基摩人当年在北极是不是过这样的日子？一天逮不着那个大海豹，你全族都得挨饿。大概1万年以前，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精神力高度发达，非常崇拜鬼神。而鬼神是否客观存在，即使之前不存在，在这样的人类集体念力之下，它也开始存在。所以高岛先生告诉我们说，随着人类的科技进步，人类一步一步具备各种物质力，所以人类的自信心越来越强，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风险越来越小，就是系统风险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人类就不愿意再花时间用在精神力发展上了。所以当物质科学高度进步的时候，精神科学就自然衰弱了。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全是干货。第二个观点就是精神力指的是什么，精神科学指的是什么。高岛先生告诉我们扪心自问，聚精会神，剑不容发，分开为什么能得到神明的启示。他告诉我们，神明就是鬼啊，这是老王翻译成人话了。高岛先生说的非常的弯弯绕啊，因为他怕吓着你们。老王之前跟你们做频道也告诉你们，不要没事去算，除非你精神力够强大，因为占卦是要接通鬼神，所谓的神就是鬼，鬼和神的区别，高岛先生也告诉你这是科学。鬼和神什么区别？人死之后即为鬼神，人死之后即为鬼神啊，大部分鬼神啊，当然有些其他的动物精灵，那个是1%不到，人死之后即为鬼神。如果这个人死的时候心无怨念，心无坏念，他就是神，他就叫神。大者，比如说像岳飞、像关公，大者为国为民，其死之后还可以坐镇一方，得享人间祭祀，保佑一方平安，这就叫神，甚至有 title， 有关圣帝君这样的 title， 这就叫神。那么鬼呢？鬼是临死之后贪恋人世，有一念未平，或者不知道自己死了，横死了嘛，比如说车撞了，肝脑涂地，完全没准备啊，前1秒钟之前还骑车，大卡车从后边来把你脑子碾碎，这个他就会变成鬼。或者他恶怨难平，他是被杀了的，或者被人害死的，恶怨难平，他就会变成鬼。鬼和神都可以交流，和人的精神建立交流，所以你最好是跟神打交道，而不是跟鬼打交道，因为鬼有恶念，他有一个恶念在身上，他很可能会反噬害人。那么鬼和神之间又具体的物质上啊，不是具体性质上有什么区别呢？鬼，高岛先生教育我们说，鬼似以火，不是说错了，神似以火，鬼似以水。万事万物皆为一阴一阳，人分男女，灵分鬼神，祀就是祭祀的祀，分水火。所以我们在祭祀神明的时候，祖先的时候，我们要烧纸烧香，此为祭神。
如果我们驱鬼的时候，邪灵附体的时候，要拿一碗水敲着这个碗，用筷子把它引走，此为祭鬼。听明白吧？鬼神之间有火水之分啊，水火之分。所以，那么我们在修习禅定、修习自己的这个精神力的时候，要多多点火、点香、焚香、点蜡烛，身边要离水远一点啊，尤其是离死水、野水、水塘远一点。为什么不能反复算？不符合逻辑。那么也就是下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虔诚？为什么要相信？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人这个就是一个下载的物质硬盘，所有的鬼神的智慧、感应的智慧都在云盘上存着呢。你不信的话，你插了拔了插，插了拔了插吧，你的 WiFi 总是密码输不对，所以你就不准。所以一定要精诚为之，一试则灵。否则的话，你不停的算，那你自己都不知道打次灵了啊。所以一试不多算。